欢迎你们来收听我们第4季播客，这是艾利克斯和 Johnny 新的播客项目老外说出来。那今天我们谈论的是武术以及学习吉他和格斗武术的利弊。如果你正在考虑学习什么武术，那么这一季很适合你。所以，什么是吉他武术呢？这包括跆拳道、泰拳、拳击等等。然后格斗武术包括摔跤武术、柔术、柔道等等。那 Johnny，你做武术做的很长很长时间，你对不同类嗯型的武术有什么看法呢？嗯，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讲一下拳法还是格斗哪一个有什么意见的。那我觉得两个步伐都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想学习，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要学这种东西？那你要得到自信，还是健康、勇气，还是你要做比赛和挑战你自己？所以你爱丽丝，我问你，你为什么你学武术？我为什么学武术？这个是嗯很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认为是很难做的无论嗯是你的身体而且说你的精神是很难每天来到武术馆和训练是比较难做的，所以我喜欢这样的挑战。我喜欢嗯克服这样的挑战，但我也认为，我认为可能对这个击打武术和格斗武术，可能他们吸引不同性格的人吧？你认为？嗯因为你做武术你做混合格斗，但你也做柔术，你认为在混嗯。合格斗武术馆和在柔术武术馆，你认为不同武术就吸引不同性格的人吧？对对对，因为教法跟学法，在做击打的跟做格斗的是不一样的，是不嗯是？因为如果我们做格斗的时候，我们对练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很多权力，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权力，因为这些东西有一点安全，因为如果我输的时候，我可以放弃，我这样子 嗯 tap tap 就放弃了。所以我们可以再开始再做的。所以压力可能我们可以放多一点压力，但是练的时候也是很安全的。如果我有太多自我人家打败我的时候，我也可以学习放弃，所以嗯我呃不会再一直想打呃打出来别人的。但嗯是你做击打的时候你做拳击还是泰拳，如果你用你的全力打你的伙伴，他也可能会生气一点，因嗯为练的时候你要真正的练，你也是要放一点压力在里面，但是因为你打到人家的脸的时候，人家打到你脸，你会喜欢吗？可能不会喜欢的。不会，但是，对对，但是连这种拳击还是泰国拳还是什么拳法打的时候要打，如果你不打，那你到比赛的时候放多一点压力，你打不到，你用不到你的拳法，你用不到你的脚，用不到什么东西，你会呼吸的和乱七八糟的，你的心跑得太快。所嗯以，如果你想打这种比赛的时候，要挑战你自己，你也是要这样子的学。但是，呃，如果所以格斗跟击打的有两个不一样的学法，所以人家可能比较喜欢柔术，是因为我
我不需要一直跟一个人打架吧。好像我们做击打的时候，如果我们两个都有一点放一点压力，好像我们有一点生气、不开心，你打到我，嗯，我会给你多一个，然后这样子真的是好像打仗吧。对，所以很容易受伤的。但是柔术不容易受伤的。如果你的伙伴会知道他们想做什么，怎么做柔术的，他可以控制你，也不会伤害你。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年轻一点会比较喜欢击打吧，因为因为可以打到人家，可以有这种我会打败人家的感觉。但嗯是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知道哦，我们不要一直给人家打到我们的头，不要撞到我们的头，因为嗯可能老的时候可能有很多问题的。所以嗯柔术可能很多不爱撞到人会靠近柔术，也可以女生也可以学习柔术，没有那么太紧张吧，嗯。是不是？对，我同意，我同意。对我那的经历来说，我认为，混合格斗，武术馆的环境比柔术的环境更强烈吧。因为在混合格斗中，嗯你通过拳打脚踢与人搏斗，所以头部受伤更常见的。我认为，一般来说，柔嗯术图书馆吸引更多年纪不同的人，也多女性。我认为，嗯如果我需要猜一猜，嗯我认为大自我的人可能在击打武术馆更常见的。但这个不一定吧，但我认为一般来说，对于我的经历来说，嗯，对，我认为作为教练，可能你的态度比较特别。作为教练，你认为你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对你的学生，来自武术馆要学嗯。习武术，你最大的责任是什么？你当教练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为什么你的学生选你的道场来学武术的。如果你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是来跟你一起学的时候，那你怎么教他们？如果他们有呃勇气的问题，所以他们来学习武术的，那你放他们太大，你给他们太大压力的，他们不会再回来的。但是如果人家是要挑战自己，要去打比赛，那你要放多一点压力给他们，所以他们知道，如果我要去打比赛，这是这种感觉，这种压力，这种权利，这种多快还是多慢。但是如果你的学生是我要学到可以保护我自己，如果是女生想学习保护他们自己，女生做柔术的肯定是很好的，因为女生找麻烦的时候是跟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柔术会给你很多办法，从你的背后怎么拒绝这个问题，可以控制那个男生，然后你可以快点跑。但是男生可能也是要学格斗，因为70%的战也是地面咀嚼，但是100%就是在站立的站起来所以你也是要学拳击吧，你要学这种态度，所以两边都可以拒绝这个问题。但是学武术最高的方法就是控制人家吧。如果我可以控制你，我不会伤害你，我可以控制你，给你自己放弃，自己冷静，那个是最高的方法。所以当教练也是要
给你的学生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挑战他们自己，也可以给他们学习很多办法，可以控制人家。嗯，对对，我所以同意。这，你同意吧？对，我认为教练第一个责任是保障安全的训练环境，但另外嗯一方面，对，要看每个学校和理解这个人为什么进入了我的武术馆吧。他们要减肥吧，嗯还是得到勇敢、勇气或自信，还是做比赛？因为人在做武术的原因都是不同的。有些人会在嗯训练每周五还是六多次，别人可能会在嗯训练一次每个月。最好的教练，我认为会考虑个人情况来教。是难做的，是嗯难做到，因为平常来说20还是30多人啊、在训练的时候，但也是很需要的，嗯甚至5分钟个人对话可能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对于我的经历来说，我最好的教练，如果他们理解为什么你在这个武术馆训练。那这个就会给你作为学生很大的帮助。嗯，对，嗯，但我也认是为我们英文有，对，英文有什么你先吧。哦，啊？英文有那种 iron sharpens iron，是嗯铁磨铁啦，，Yeah，还是我铁也可以破铁？如果我用铁打到铁，就是破铁吧？是两个不同的做法但两个人需要相同的目的的，所以我跟我的伙伴要相同的目的。如果嗯我们要铁磨铁，我们一起来进步。但是如果是铁破铁，我们可能是在做打仗吧。所以嗯这个就要看师傅还是教练给这种心态给学生吧。嗯哼每个嗯哼，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态对。度吧。对啊，我认为保证安全训练环境是很重要，但有时候教练嗯的责任也是推动他们的学生超越嗯他们认为自己的能力。毕竟，如嗯果不是武术教练来承担这个任务，在我们现代社会里面，谁会做？我过去嗯曾在武术馆接受过训练，在哪里我感到安全和放松，但从外推动的，而在武术馆我被推动的太近以至于它完全改变了嗯我对自己能力的看法，但我感觉不安全的，嗯所以是你作嗯为教练需要追求平衡，但是一嗯个此消彼长，教练的工作嗯是很难做的完美的，我认为，嗯。嗯。那如果人家要开始学习武术，你有什么意见吧？有什么意见？我认为，首先，如果你刚开始你穿白带的时候，啊、嗯需要觉得需要保障安全的环境吧，因为嗯如果是你第一天你来到和大家都在SPA 还是大家都在训练的和你认为嗯哎呀我觉得不太安全的，那可能明天你不会嗯来。所以我认为，首先嗯你需要可能，你只做一步的课，你不再做全面的训练因为你需要好好准备和你的精力不够了，所以我认为，如果你穿白带和你只在做柔术，可能
1个星期、2个星期、3个星期我认为你需要慢慢的做，慢慢的做和好好看别人怎么在做，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传白带的人和他们用更多力量来克服什么或者说他们要跟别人打架。我们在武术馆，但是他们对这个环境不熟悉，所以他们认为哦，我在打架，我在别人很近，所以这个意味着我们在打架我们在打，但对，我认为你需要慢慢的做，和更重要的是看别人怎么做。嗯嗯，你的看法？所以这我觉得你说的对，因为很多人开始学武术的时候，他们太急躁吧。白带跟黑带的分别不是能力，是时间。如果你可以放多时间学习你的呃学习你的步伐吧，那你有一天你会得到那个黑带吧。所以我真的觉得分别不是能力，是时间。所以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找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可以学习武术的，这个是也好的。第二个呢，是看你的学习是一个生活的选择，不是当哦这个是爱好而已，我做几年的就放弃了。这个是如果你可以做一辈子的一生的选择，你有一天你会得到这个黑带的，不是看你的能力是多少，只是看你的时间是多少。嗯哼，嗯哼，那呃，第三，我就是觉得那种也每一个道场有不一样的文化，所以你去一个道场的时候，先要检查你自己的自我吧。嗯所以，如果你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有太多自我，可能你练的时候你练不到，因为你一直是呃想赢，你没嗯。有学到那个步伐，因为你一直做一个步伐就给你赢，但是你还没学到比较难的步伐，也可以跟你对你的权利可以再高一点，再进步一点。嗯嗯哼，没错，对，这个自我有时候自我真的是你的敌人，因为如嗯果你去武术馆和你在训练，啊、你在武术馆学习，就是目标是学习，是慢慢的嗯发展，啊、但如果你的自我太大，那可能如果你去训练的时候和你发现这次我做的不太好，我认为我不能克服有些在武术馆有些的人，但这个不是目嗯标，目标就是发展，但不是说我去武术馆来赢还是来输，但这个我还在学习，其实说实话，因为我认为我们都有，当然作为人，我们都有自我，和有些人的自我比别人更大，和对是慢慢的过程，但我真的认为，如果你在做武术，你可以理解怎么分开你个人，你个人的梦想，还是说你个人的目标，和你可以分开这个和分开你自我，因为有时候自我真的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对你的什么想法呀，还是对你怎么你怎么对别人在武术馆，我认为自我是很大的障碍。嗯，嗯，我准备了两个成语啦，一个是好了，磨杵成针，嗯so the making a needle out of a
you know the uh from the like I guess wood or something like Yeah, that. yeah, okay. And 第二个就是地水传石，我这两个成语我就准备了，因为如果你是针，还是你是水，还是你是石头，要看你的自我。嗯嗯哼，所以所以如果你是你想一下，如果教练教你很多办法可以控制人家，那磨杵成针，你会当那个针可以用有很多用，可以用很多东西，可以做成功很多东西，打败很多人。但是如果你没有自信，一起练有距离一起继续练，那你得不到那个地水传石，嗯你要这样好像那个水一直掉下来掉下来，每一天掉下来，看到那个石头，那我怎么传这个石吧？是时间的问题。还嗯是你的自我说哦，我是这个石头，我动不了，每个人都动不了我，我也受不了你，你叫我什么东西我都很难受的，那你可以当那个石头吧。嗯所以这两个成语，对武术的是很有意思的。学武术的，你会当那个针吗？还是你是石头？还是你是那个地水吧？嗯，哇，师傅，你很有智慧。对，我认为现在因为Johnny 就介绍了这两个很有意思的成语，很有意义的成语，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可以说到这儿吧。但如果大家有嗯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关于我们今天谈论的啊击打和格斗武术的利弊，请告诉我们，和我们很高兴的，对，给大家什么意见，什么啊，更多的看法吧。所以嗯。请教我们 Johnny 要说什么？如果你们学什么武术，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你们学习什么武术吧。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们，我们会听的，然后会跟你们说出来这些东西。哎，好的，好的，谢谢大家，再见。